关于中美气球事件，本虎在前2天已经做了2期视频来讲这事儿了，并且给大伙盘了盘拜登和民主党干这件事情的动机、目的和行为逻辑。当时本虎给大家分析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拜登及民主党击落气球这件事儿，本质上就是迎合美国国内反华派和鹰派逢中必反的政治正确，利用媒体和舆论炒作，顺势将自己包装成对抗中国的美国英雄，继而保住民主党岌岌可危的支持率，拉民意，拉选票。如果能借着炒作在网上涨一涨，那就更锦上添花了。果不其然啊，这拜登最新一期的讲话就把这个狐狸尾巴给露出来了。拜登在最新一期的国情咨文中公然宣称，中国那只气球侵犯了我们的主权，我们有能力保卫美国主权，并且我们成功做到了啊！拜登讲的那是很激动啊。发表国情咨文现场的听众，美国的高官政客、政界精英也是给足了面子，一个劲儿的给拜登鼓掌。但是这个掌声雷动它是有例外的，站在拜登讲台往下放眼望去，一大片人全都鼓掌，除了那么一小撮不给面子了啊，坐在那里跟雕塑似的一动不动。那这一小撮是谁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班的。作为美军武官当中实际上掌握最高权力的一帮人，在座的8位美国参联会成员，那可个个都是狠角色呀。本虎先来给大家念念他们的名号。首先是1号人物，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美军最高武官、参联会一把手马克·米利上将。接下来是美国陆军参谋长詹姆斯·麦康维尔上将，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杰上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琳达·费根上将，美国国民警卫队司令丹尼尔·霍坎森上将，美国太空军司令钱斯·萨尔茨曼上将，以及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上将。就这8个美军上将往台下一坐，任凭你讲台上的拜登如何慷慨激昂、眉飞色舞，这8个人在下面就是一动不动，摆明了就是你拜登随便讲，我给你鼓掌就算我输。尤其是参联会一把手马克·米利上将，那小眼神把拜登嫌弃的是一愣一愣的。代表美军武官势力的8人集体拒绝为拜登鼓掌，这和现场其余美国精英政客掌声雷动，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按理说击落中国气球就是美军干的美军是实际武力执行者。而在拜登的这套说辞里面呢，美军还保卫美国领空立了功呢。怎么这一帮有功之臣偏偏就对拜登如此不满呢？美军到底看拜登哪里不爽呢？这唱的他又是哪一出呢？想要搞清楚原因，我们还是得先回顾一下本次事件之中，美军从前到后干了哪些事儿。之前的视频里跟大伙儿详细提到了，美军北美防空司令部是最早发现中国气球的，因为外界不可抗力而靠近美国领空的单位。在当时这就是一个小事儿，北美防空司令部出于军事角度一番研判之后，认为这支偏航的中国气球不构成威胁，对美国国防安全无害，遂选择不予干预，也不予击落，飘走完事儿。所以也就没把这个小事儿上报，在美军内部自行解决了。但美军出于军事专业角度这么考虑，拜登和民主党他不那么认为一听见天上飘进美国的气球是中国来的，那立马就来劲儿了。要是不借机炒作一番，拉选票拉支持率，那就是浑身难受拜登随即公开询问美军能不能把这个气球打下来，美军给出的回答依旧保持了足够的专业和理智不行，击落气球碎片从3万米高空砸到地上，那不是开玩笑的，那是要出人命的。拜登一听想要炒作一番的念头暂时被压下去了，也只是被暂时压下去，毕竟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气球刚一飞出美国本土，来到近海上空，这下砸不到人了吧？不用担心搬起石头砸自己脚风险的拜登，立刻下令让美军出击，击落中国的偏航气球。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美军当然也照做了。但我们不妨看一看美军事后是怎么评价这件事情。核心思想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击落气球是来自总统拜登直接下令，美军只是执行了这条命令。四舍五入，那就是这件事不是美军内部拍板决定击落的。所以整件事情从头到尾看下来，我们会发现美军从主观上其实并没有给事件主动升级，进行非正常的炒作行为，
有着足够专业性的美军很清楚，这个东西就是个气象气球，一不带炸弹，二不搞侦察偷拍，没有威胁，我干嘛要给自己制造威胁呢？但拜登不这么想啊，偏偏是反其道而行之，没有威胁也要制造威胁，至少是让美国选民觉得有威胁，然后自己下令击落、消除威胁，这英雄形象不就竖起来了吗？选票和支持率不就得哗哗的进账吗？但我们要明确一点啊，拜登和民主党此番举动其实是给强行击落误入他国领空的无威胁民用航天器这件事情开了非常不好的头。这一次击落的是无人气球，下一次要是有政治利益可捞的时候，美国这帮文官治军的政治精英们是不是就敢下令让美军击落有人载具呢？事情永远是一步步升级的。现实告诉我们，不能低估美国这帮政客得寸进尺的程度。办事儿越来越没下限是这伙人现在最大的特点，而美军作为美国文官治军模式下的命令执行者，政客们坐在办公室里，喝着咖啡，上下嘴皮一扒的美军就得抄家伙上阵去战场玩命。若是因为越来越得寸进尺击落民航器的举动，在将来真引发了两国冲突，甚至是战争，那美军那是真要拿命去填，用脸接导弹吃炮弹的。所以本虎就说，现在的美国其实很有特色呀。各派山头林立都是为了各派利益说话。美国这帮政客呢，想着拿选票捞支持率，越来越无所不用其极，毫无下限。而美军这边被动执行命令，他心里也难受啊。政客不送死，不操心这要打起来了，丢命了是美军自己。任谁也不会在别人故意撺掇让自个儿送死的时候还给你鼓掌。8位美军上将为啥集体不给拜登面子？这就是原因。如今美国的撕裂早已不限于社会和普通民众之间了，其撕裂程度已经把美军和执政党也给分成了两派。怎么堵这个口子是美国人该头疼的问题，而我们必须牢记，对待这种越来越撕裂、越来越不讲常理、越来越不按套路出牌的美国，必须要时刻小心警惕呀。